我最讨厌吵架了。谁愿意总是吵架呀？我希望他能包容我。为了他的孩子，我付出的还少吗？签个协议就是为了他对我的孩子好。这么不平等的协议，我说什么都不会签的。他的孩子和我，他只能选一个。不签那就分手吧。这个协议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协议呢？为什么不签就分手呢？似乎这个协议就变成了一个最大的看点了。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海38岁，来自黑龙江餐馆老板；女嘉宾小贺25岁，同样来自黑龙江，是一名销售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！你们俩认识多久2年。怎么认识的？是我跟朋友一起去饭店吃饭，然后他开的饭店，他是老板。去过几次之后，然后感觉印象都挺好的，然后他就加了我微信。我俩就是总聊天。我是在那个商场上班的嘛，然后吃饭每天也是没有固定时间。然后他就是做好饭了，打包好了，然后给我送去。我感觉人也不错，挺好的，然后也挺稳重的。然后有一次他就开玩笑似的问我说：“那个，你愿意做我饭店老板娘吗？”然后我就同意了。那个协议到底是一份什么协议？能跟我们说一说吗？他情况挺复杂的，他是离异的，然后带了一个孩子，然后他就是。这要让我来说吧，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啊，我今年38岁，3年前，我和我的前妻分了手，离婚以后孩子归了我，我开饭店的嘛，没时间来照顾孩子，完了我就把孩子送他爷爷奶奶家去照顾了。我和小贺认识以后，他为了讨好我吧，他说咱们把孩子接过来照顾吧，当时我父母就说那怎么可能呢？自己的老婆都没照顾好，他一个后妈能照顾好吗？我回来跟小就不愿意听你说什么后妈啊，他从心里根本就没接受我，他就不允许我接近他的孩子，因为当初我也是为了我俩感情能更稳定一点，然后我是强烈要求说他把孩子接到我俩身边一起照顾，那我出发点不也是好的吗？等于他想照顾你的孩子，对，你父母不愿意他照顾你的孩子，对，但是。也经过他的努力，我父母最终也同意了，把孩子带了。我在这儿先好奇的问一句啊，既然你那么在乎你的孩子是吧？男孩女孩？男孩，12岁，特别在乎他的成长。我特别在乎儿子。那为什么你不带他，让你父母带呢？当时我开饭店的嘛，从早到晚忙。当时我为什么和我前妻离婚？就因为他天天通过他的手机玩微信，孩子上下学他从来不管。当时我的父母就看不下去，所以说我离婚以后，我的父母看我可怜。完了就把孩子领回去，说我们来带。所以如果我们按这个逻辑来推导的话，这个女人爱上你之后，希望帮助你照顾孩子是个好事儿啊。我当时也认为她是好事，但是接过来以后又怎么样？当初接他儿子过来的时候，我没想到他儿子就是有可能是让老人带的，有点太顽皮了，总是就在我俩之间搞破坏。举些例子，你那是诋毁我的儿子。当时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当时接过来的时候，我儿子需要什么你都给他买，我还说你别把孩子惯坏了。我给他买东西还买出错了吗？那你现在为什么你当时接过来以后，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把我的孩子送走？那你儿子是怎么对我的呢？他儿子在我鞋里边放蟑螂，还放毛毛虫。然后在我的那个吹风机里边放面粉，你说这一个12岁的孩子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儿子我特别了解他。不可能，我这么大一个人，我可能去诋毁他吗？你绝对是在诋毁他。好，等于现在因为孩子出现的这些问题，或者你女朋友所描述的孩子出现的这些问题，对，你们俩的情感出问题了。对，那你们跟我说协议到底是什么？他就认为我以后不可能对他的孩子好，然后他要求我把工作都辞掉了，然后在家就是全心全意照顾他孩子，每日1顿3餐就是伺候他。更可气的是，他让我跟他结了婚了，就是不允许我要孩子。那不还是你做出的一系列的事情，我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吗？对不对？12岁的孩子，他回来以后，他确实对他很好，当着我面说：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和我小姨结婚呢？”这个小姨特别好，我非常喜欢她。她可以做我的后妈，在我面前说的，所以我认为你是在诋毁我的儿子。我不知道你是当着大家面是撒谎，还是你儿子撒谎。你知道你儿子怎么跟我说的吗？怎么跟你说？你儿子说了，你跟我爸爸在一起相处可以，但是你绝对不可能跟他结婚。那是不可能的，12岁的孩子，我感觉他从来只要我一说到你儿子，你就不可能。那我们俩在商量着孩子的问题，那你为什么那天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孩子所有东西？有一天主持人，我回到家以后，我忙了一天，我回到家以后，把孩子的玩具啊、衣服啊，统统收拾2个大箱子，扔到门口。我一进屋，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你今天要是不把你孩子送走，我马上就走。当天
我气急眼了，因为当时我脾气上来了啊！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你不跟我商量，你能不能和我商量商量？他当时他的感觉啊，没得商量，绝对没有能商量。要不我就走，要不你就把他送走。我当时气急眼了，轻轻怼了他一拳。你那是轻轻怼了我一下，胳膊都怼青了，还叫轻轻怼一下。那我当时也是气急眼了，我气得没招了。也就是说，因为孩子的问题，你向他动手了是吧？对对，当时打得厉害吗？胳膊都青了。那我当时不也是气到一定程度？我打过你吗？我碰过你吗？你生气你就能打人了。我生气以后，那我过后我不也向你解释了吗？但是你呢？解释要是好使的话，你又怎么样啊？你回到家，他当时就跑了吗？回到家我跟他姐姐说，你姐姐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？第二天带了3、4个人到我饭店的门口骂我，你一个38岁的大男人带个12岁的孩子，你不要脸啊！你勾引小女生。那我姐说的不对吗？我在那街上我开了5、6年的饭店，所有人都看我还得怎么继续下去？那我姐就那脾气，她去闹，那我也等于你的家人，因为你在他那儿受了气，你的家人去闹去了，是吧？对。因为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，所以才有了他说的那个协议，是吧？对。如果不履行呢？如果不履行就分手。你们能把这个协议详细的谁能给我们介绍一下？第一，他是要辞去工作，对吧？刚才说了。全心全意来照顾我的孩子。照顾你孩子。对。然后你们俩还不能要孩子。第二，就是这2点。第二，必须如果签协议我俩就在一起；如果不签，那就分手。好，那今天是谁要来这儿了？他。其实还是我要来的。不是你要来干嘛呢？这1年多，我感觉我对小何的感情也付出了很多。有这个孩子在我们俩面前，就是我也说不出来那种情感吧，但是我还想挽留一下。我希望那就协议不签了呗。这一点谁也剥夺不去。在我心中，我还是那个孩子。协议签不签呀？协议还得签。好，我来问问小贺啊。这协议你签吗？我肯定不能签。这个协议你最不能接受的是哪一点？第2点。不要自己的孩子。对。就是你愿意辞去工作，也愿意全心全意的带他那个12岁的儿子，但是还必须得要自己的孩子，是吗？对。如果满足了你的要求，这协议你也签，人你也嫁，是这意思吗？只要他不要求我以后不要孩子，我就。好，我来问问为什么以后不能要自己的孩子呢？因为我感觉我再找一个女人，好像对我孩子会有很大的伤害。我不想我儿子受到第2次伤害，所以我作为一个父亲来讲，我想失去我的那份权利吧，来满足我的孩子。问几个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既然那么在乎儿子，为什么跟前妻离婚？为了儿子熬吗？我的前妻不干呐，我跟他就是我们离婚那天，他不照顾孩子，我天天在求他，我天天在求他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你能不能再等一等？等于实际是人家跟你离的婚。对。按理说，一个又在饭店里面辛勤工作的男人，又对孩子那么有责任心，为什么你的前妻要甩了你呢？微信用户玩手机玩微信，他在外面有人了。但是我不敢那么承认。好吧，明白了。如果在你儿子和小贺之间，你选择一个，你选谁？我选我儿子。小贺，如果让你选择是自己要一个孩子和抚养的孩子，你只能选一个，你选哪一个？我选我自己亲生的。你不要孩子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不，你有什么权利剥夺人家不要孩子呢？生育权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，你就给人剥夺了？就是在这一点上，我不让步。如果你跟小贺有孩子了，这孩子是谁的？是我的。那你是那个孩子的爹吗？是。你不是一个合格的爹吗？怎么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呢？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，我不想再往下发生了。我不想再，我已经没有做到一个合格的父亲，我已经对我的孩子造成伤害了，所以我不想我的孩子受到第2次的伤害。明白了，听懂了。我是一个好爹，为了孩子我可以放弃一切，愿嫁就嫁，不愿意嫁就走，是这意思吧？但是小贺，你听我说啊，既然今天我能约到你来，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。这1年多来，我为你付出了也很多。如果没有孩子，你在我心中比任何人也重要。为什么非得没有孩子我在你心中才重要呢？关键问题是现在你有孩子呀。所以在我心中。那你还是选择你孩子呗。对，我还选择我的孩子。好了，赞美老师，你们有什么好意见吗？丘比特问卷。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说，你以后绝对不能生孩子，你必须做全职妈妈，你必须把工作全部辞了。任何一个男人在说这些话当中的任何一句的时候是拉不下脸来的，除非有自己给自己营造了一种特别高贵的道德圣殿当中，
能够把这些内疚感通通规避掉，说这些话的时候脸都不红，那个就是我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爸爸。所有人都要为我这个世界上最负责任的爸爸做那么多的牺牲，我都牺牲了那么多，你的牺牲凭什么不是？凭什么呀？你被你心目中一个深深的占有欲控制了。你知道你内心里有一个最根本的认知偏差是什么吗？刚才是主持人交流的时候，有一句话你是下意识说的。主持人问说你们两个谁，孩子是谁的？你说我的。你觉得孩子是你的，儿子是属于你的生命，老婆也是你的。所以既然是我的女人，为了我放弃一下工作又怎么样？不是，她不是你的，她是她的。这是一个独立的生命，这是一个独立的人格。你的儿子也是一个12岁的人呢，他不是你的人，他是他的。那个生命是独立自然，你只是陪伴他走过最初的那10几年，履行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和义务。但是你的生活要由你来过，你的生命的责任要由你来承担，他的要由他来承担。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你才能正视他在生活中也许有很多小错误的时候，你该怎么教育他。否则我都想见得了，当你的妻子或者即将成为妻子的人在跟你说有蟑螂的时候，你第一反应是你别。我儿子不会这么干，你知道吗？这句话一出来，你就唰画了一条线。你跟你儿子是一个世界，他是另一个世界，不可能有人跟你这么过得下去的人，你明白吗？你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爸爸，你也不是一个多么你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。他连个普通的爸爸可能都不是。这3年为什么会把孩子放在爷爷奶奶那儿？我当时也没有办法，我怎么的也养我的孩子吧。我饭店离不开我，所以说就放到他爷爷奶奶了。所以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是不是在补偿对于孩子前3年爹不要妈不管？你是在想进行补偿吗？对，我感觉我亏欠孩子的太多了。所以你就打算用别人家女儿的幸福来补偿你家儿子？但是也是因为他做了一系列的事情，在我心中产生了。首先我得告诉你，我也是一个妈妈，我必须得说，小孩子是会骗人的，他一定会在吹风机里放面粉，因为可能你的女朋友都想不到这种玩法。但是我这平时非常乖，非常乖，我还是不相信，我还是不相信。如果你带着一双昏盲的眼睛教育孩子，我不说你保不保得住爱情哈。可能你的孩子是不是能够得到正规的教育，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人，你可能都管不了。你的孩子会因为你的昏盲可能一路错下去，因为你从来都不会去想你的儿子身上有没有错误的言行需要纠正。我再问你，你是要为了给孩子找后妈，还是为了找老婆？我为了怎么说呢？我现在也挺我还是为了孩子找后妈吧。你觉得他身上具备有后妈一切的素质吗？一开始的时候有。既然不合格，何必还要他签协议？你也是开饭店的，你也是老板，如果有一个员工不合格，你还会跟他签劳务合同吗？但是在我的心里，我还是放不下他。处了1年多，小贺对我确实非常非常的好，而且我对他这1年多的感情，我也付出了很多，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也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希望他再好好考虑一下。为什么不是你好好考虑一下？也有可能我一个大男子主义，我在这儿，我跟主持人说，我非常自私吧。非常危险，真的非常危险。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所有这些行为，连愧疚都没有，是最可怕的。你知道刚才为什么你可以很坦然的跟主持人说，这一点上我非常自私？你的后面一句话是，但是我是为了儿子。你觉得后面那句话就能把你前面那句话撑起来？根本撑不起来。我们做一个假设，你的儿子将来会长大成人，他会遇到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说，我可以跟你结婚，但是因为我有一个孩子，所以我跟你将不会拥有自己的孩子。那么你作为儿子的父亲，你会同意你儿子跟这个女人结婚吗？不会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女孩要站在这里听你说这些呢？他爸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直接站出来对你说 no？ 我是扇一耳光。我是女儿的爹，我必须扇一耳光。以后要是有一个男孩突然跟我女儿这么说，所以这就叫以道德之名行自私之实，就这么简单。而且就算他今天改口说可以让你们2个人再拥有自己的孩子，我想你也当不好一个后妈。当你说你可以辞掉工作，全身心的做一个12岁孩子的后妈的时候，作为一个妈妈得告诉你的是，12岁的小孩你真没那么多事儿忙，你白天将有大把的时间在家里，晚上的时候小孩子要独立，作业什么的可能也都不需要你管。
你在身边越多，他也许越叛逆，你们俩的矛盾就会越凸显。于是白天的时候以泪洗面，晚上的时候你跟孩子闹，然后回到卧室去跟爸爸吵，你们接下来的日子是鸡飞狗跳的。我特别讨厌听到女人动不动说我可以为了谁做全职太太。你们想做全职太太，只可以是为了自己，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放弃自己谋生的能力。否则你们一边又觉得在家里头需要伸手找人家要钱抬不起头，一边又怀疑自己的能力。你轻易的可以把自己的能力都扔到一边去的时候，我不认为你还可以做好一个母亲，特别是最难的后妈。所以他不合格，你的要求过分，你们俩最好转身都走掉，不要再来这么一套还希望在一起这一种事情了。这个男人站在这儿像诗人说梦一样，你听一听他们之间对话的关键词：你儿子，你儿子，你儿子，我儿子，我儿子，我儿子。如果按照你的说法，你跟他的儿子相处的那么好，你应该喊他的名字，而不是说你儿子，你儿子。你处处都在标明说那是你儿子，而不是我儿子。而且你们俩在描述为什么还站在这儿的原因，有90%的时间是在说，因为这1年多来，我为对方付出了很多。你们2个人都尝试着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特别高尚的人，你是高尚的后妈，他是高尚的亲爹，你们俩几乎是一样的，你也好不到哪去。但高尚这种东西用于要求自己的时候好过一切法律，用来要求别人的时候却坏过一切私刑。我不相信你一开始那么对他好是真的想对他儿子好，我觉得你是为了讨好他，当然也有对他儿子好的成分，但大部分你是在利用孩子，想尽快的接近他，跟他在一起，就像他利用你，而不是做老婆是用来做后妈是一样一样的。他要求你说你要跟我结婚可以呀，你不能生孩子，你必须辞去工作照顾我儿子。你对他儿子的要求也是一样的，想要姐姐对你好吗？哎，叫妈妈。我发现这儿子已经成了一种利用品，被你们俩利用来利用去。你利用他来建设你父亲的丰碑，你利用他来作为你接近婚姻的道具，这孩子太可怜了。我觉得你们俩再次应该向孩子道个歉。孩子得罪谁了？成为了你们互相之间的利用品。我觉得人家已经做出选择了，儿子和你，人家毫无疑问选儿子嘛，人家连跟你共同生一个孩子的想法都没有，你要干嘛呢？做个保姆去，什么都负责了，是吧？那是妻子啊，是后妈呀，还是保姆？你给我分析分析，她到底是个什么职位？妻子她不能生育，后妈儿子不管她叫妈，要捉弄她，保姆你不给人工资。你给他定的什么位？保姆啊，保姆，听明白了吗，姑娘？所以当一段爱情里面掺杂了那么多私欲的时候，爱情还纯粹吗？我们还要保卫吗？时间留给他们自己。柔顺拉芳，黄金60秒。我今天来，其实我不是这么想的，毕竟这1年我毕竟是献出了有可能我一个大男人吧，我非常自私，但是我对你确实是有感觉的。但是今天来到这个台上，我听到主持人他们说，我放弃。如果你要是跟我在一起的话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还是不能要孩子。你的生活就是以你儿子为中心。对。你一直说我在你心里很重要，但是我真是一点都没看出来。如果你要是非要坚持签那协议的话，那就分手吧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特别恨你一句话，主持人他们一说我就说算了吧，你又把责任推给了我们，什么时候你自己担责呢？我以为他说算了吧，我不要那个协议了，我们就好好做。但是后面补了一句话是，但是你还是不能要孩子，心都碎了。对，来2位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我倒也挺喜欢先生的这种坦诚的。反正我自私，我就把话都说在明面上，总比欺骗来得好一些。最后想说的是，在情感生活当中，千万不要给自己找这样或者那样的借口，爱就是爱，不爱就请开门。
笑了哈，特别开心的一刻。大快人心。